跑啊！你为什么还不逃？因为这里是我的家。想吞了我，那就试试谁先死。张大娘，你慢着点儿，这山路滑，走这么急，当心摔着。哎呦，原来是莫名啊！你这声音咋变了？可能是长大了吧。嗨，日子过得快，一晃你都14了，可不是该变声了吗？这天黑得很，不仔细看我都快认不出你喽。孩子，快回吧，别往山上跑了。你瞅这天气，龙王指定要发脾气。等下雨了，那山路滑得很。大娘，您先回，我今天把家里的柴卖光了，灶里没柴烧了，趁这会儿还没下雨，我上山拾点够家用的，很快就回去。莫名，别往山上去了，赶紧回家吧。家里已经没有柴了，如果雨一直不停，家里没柴生火。5年前，父母失踪以后，只要能活下去，什么活我都能做。今天清早，我和邻居一起去了镇上。今天卖完就早点回去，别在外面耽搁。我总觉得今天不太对，你卖完柴赶紧回家。为何今日遇到的人都劝我不要上山，先拾够柴，早点回家？这雨不知道要下多久，要是一直下雨，怕是短时间都不能再上山了。怎么还没到？不对，这里不是山脚，前路断了。这不是雨，是墨雨。终于捕获一个生灵！什么东西钻进我的眉心了？老李，你说说，都这时候了，黑娃这孩子怎么还没回来？我瞧见龙脊山那头已经下起雨了，越下越大，怕是出了啥事儿。黑娃这孩子机灵得很，应该不会有啥问题。哎呀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你瞧，这雨怎么就只在龙脊山那头下？都这么久了，还没到咱们这儿。再看那山风刮得多大，可咱们囚龙村这儿却毫无风雨迹象。婆娘，快看，这雨怎么变黑了？今儿是什么日子？难道龙王在泼脏水？怪哉，怪哉！糟了，糟了！黑娃这孩子怕是真要出事儿了。这苦命的娃呀，咱们赶紧去找村长。这黑娃真是让人操心。村长，大事不好，龙王泼脏水了！村长，山泼脏水了，还请尽快组织乡亲们撤离。村长，快看呐，龙脊山好像成精了，一会儿功夫就长高了几10丈，感觉都要捅破天了。村长，你没回来，快派人帮忙找找。报，古宗师加急文书。古宗师急报，看来事情不小。确定是古宗师的加急文书？古宗师为何会给我发加急文书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？启禀镇长大人，此确实是古宗师派小的送来的加急文书。文书在此，请大人查阅。大人，文书已送达，小的尚有其他要务在身，不便在此久留，就此告辞。你退下吧。刘管事，送义差离开。是，老爷。龙脊山山体节节变高，墨雨倾泻，杀气冲天，魔灵降世，速来！魔灵降世竟再度出现，龙头镇恐怕真要乱了。史料记载，魔灵每60年降世一次。60年前，莽韩国极北的莫罗府曾遭魔灵侵袭，短短数日，妖兽魔化暴乱，大规模进攻人族领地。莽韩国派出3名归阴境大宗师，耗时半年有余祸乱，但究竟如何平定，至今无人知晓。
如今这场灾祸竟降临至龙头镇辖区范围内，若此事处理不当，恐怕自身性命都难以保全，更别谈升官发财了。眼下当务之急是先将眼前之事妥善安排，虽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。现在镇内发布告示，将此事公之于众，再上报黑龙府，同时通知下辖村落，最后召集镇内人手，尽快赶往龙脊山协助古宗师，还得联系家族为自己留条后路。苦熬3年，眼看就要晋升，偏偏出了这档子事。刘管事何在？魔灵骤降世，天下风乱起。宝山稳如滩，幼民守太平。这墨雨竟然能侵蚀识海，早知道这样，就该听劝下山。今天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行，我还没有找到爹娘，我一定要活着。好险！这是魔灵附体的前兆，待光芒散尽，他将不再是原来的自己，而会被魔灵彻底支配。村长王天年过60，也是一名灵者，年轻时曾达劫脉境，后来降至通灵境，修为再为寸进。乡亲们稍安勿躁，此事我已大概了解清楚，容我细细道来。乡亲们，你们也看到了，龙脊山内有大诡异，但先不要慌，异象已持续1个多时辰，短时间应该出不了龙脊山。这里是黑龙大人的归墟地，整个地界都有黑龙大人的余泽庇护，请黑龙大人庇护您的子民。请黑龙大人庇护您的子民。乡亲们，虽然现在龙脊山的诡异出不来，但谁也保证不了他一直出不来。我们要有2手准备，其一，大家回家收拾行装，备好吃食，以防万一。若诡异不可控，我带领大家迁徙撤离，后果由我一力承担。其二，龙头镇有古宗师坐镇，他应该已经发现异常，稍后我会派人去镇上将此事上报。此事还需镇上定夺，大家安心即可。家人进山未归的，稍后到村记那里登记入册，等古宗师来了再行商议，切莫私自进山寻找。时候不早了，大家都行动起来吧，稳住心神，莫要慌乱，一切有我。赵铁仲50岁，卯时入山打猎，至今未归。莫名14岁，5时入山拾柴，至今未归。黑娃子这小子竟然也进山了，真是个苦命的娃。35人，最小的莫名14岁，最年长的彻铁入50岁，都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得赶紧把名册交给村长，请他定夺。村长大人，所有人员已经登记入册，请您过目。黑娃子怎么也在山上？村长伯伯，感谢您这么多年的照顾。我跟黑娃他娘可能遇到了非常棘手的事，不得不离开。我们走后，请您务必照看好他，让他有口饭吃就行。如果这孩子将来成为灵者，请在他成长起来之后，再告诉他我跟他娘的秘密。拜托您了。怎么了，村长？身体有什么不适吗？没事没事，我就是看到了黑娃的名字，觉得这娃怪可怜的，一定要把黑娃子找到。若他出了事，我这个当爷爷的就无颜面对他们墨家了。古宗师如果赶过来，应该也快到了，我们也别干等着，现在就安排人手先去龙脊山附近探查情况。此次魔灵降世，也不知是福是祸。此次随行的灵者卫兵基本都处于通灵境，也就是踏入灵者后的第1个境界。何为通灵境？墨灵大世界中充斥着多种多样的天地元灵，前人根据它们的特性，将其大致计为9种：阴、阳、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、风、雷。生灵若依法猛，将元灵吸纳炼化于体内，便可不断突破自身桎梏，乃至勘破天机，正道长生。人族历代探索吸纳元灵之法，终于在人体内寻得一处穴窍，此穴窍名为神藏。觉醒神藏，方能感知吸纳炼化天地元灵，此为通灵。神藏从分为9品：青、蓝、绿、紫、橙、黄、红、金、黑金。短短1个多时辰，龙脊山竟已高耸入云。龙脊山原属黑龙山脉的一处山峰，黑龙山脉横贯莫离王朝北部3府，阻隔芒韩国与罗兰国。拜见古镇守。免礼。
我半个时辰前便已到此，但山外有法阵屏障，连我也无法进入。所费屏障也困住了煞气与魔灵，龙头阵暂时安全。空中黑云正朝山顶汇集，山中异变或许与它有关。眼下最需担心的是山中生灵能否穿过屏障。阿明，你怎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太让我失望了！爹娘，是你们吗？我做了什么？张大娘、若水姐、东哥、村长爷爷，你们怎么了？快醒醒啊！明儿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把他们都杀了呢？他们对你多好啊，你怎么能忍心呢？我的明儿啊，你糊涂！这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！爹娘，你们快回来啊！你们不要明儿了吗？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。魔灵本质上也属于天地间的一种元灵。5000年前，史料中尚无魔灵记录，其原因早已无从考证。最早的记载源自4900多年前，在山谷韩朝境内中发现了少量心元秘典，他误以为这是变异元灵，准备带回宗门，交由宗主定夺。因无器具储存，他便尝试用水土神藏与新元灵沟通，竟毫无权衡后，他先吸纳数枚新元灵入体，立即遭到水土元灵排斥。一盏茶后，三方排斥竟自行消散，仿佛达成了某种协议。兴奋之下，长老吓得彻底放开神藏，将寒潭中的新元灵尽数吸入体内。1个月后，长老携新元灵返回宗门，他却未察觉水土元灵正被悄然同化。长老上报宗主，并展示了术法增幅。宗门顾虑风险，决定暂且观察。不久，长老竟感知到了突破契机。1月后，长老突破荣关境，宗门随即全力寻找，却始终一无所获。突破之际，水土元灵竟被新元灵取代，新元灵不断激发他心中的恶念，最终他沦为魔化生灵。魔化长老开始大肆杀戮，宗门上下无人能敌，境界也在杀戮中不断提升。最终，大前王朝联合各地镇压。其死后，新元灵仍未消散，各大宗门只能将其封印。前人将这种新元灵命名为魔灵。近800年来，控制与研究之法多掌握在宗门与王朝手中。我这是死了吗？好痛，还活着，死了应该就感觉不到痛了吧？事已至此，还能糟糕到什么程度？明儿，如果哪天爹娘不在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一定要牢记娘亲教给你的口诀，每天都要复习巩固，千万不能忘记。知道了，娘，我一直记着，我背给您听。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波澜不惊，至性至善，大道天成。娘亲教我的口诀，可以稳固心神。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，微风无起，波澜不惊，我心无窍，天良成名，至善至善，大道天成。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。难道娘教我的口诀能帮人觉醒神藏？觉醒神藏是灵者踏入修炼之途的第一步。通常14、15岁之前，神藏尚未发育完备，难以察觉修炼天赋。驻顶级宗门与世家能让神藏提前1至2年成熟，没有口诀，只能等待它自行开启。如今，王朝宗门与修炼世家大多传承着神藏觉醒心法。我的眉心空间怎会凭空多出这些东西？这便是神藏吗？为何与别人描述的不一样？一般人初次觉醒的神藏通常只有半寸大小，其形态无外乎4神、4宝、1漩涡，共计9种，不同形态对应不同品级，其显现的颜色也各不相同。我的神藏里为什么会有2个灵体？漩涡形态正常，大小或许是好事，可这颜色从未听闻。另一个灵体，形状、大小、颜色全都不对。我才刚接触修炼，根本想不明白。算了，先看看这个漩涡。2丈，比寻常初觉醒者大了1倍。这家伙，莫非是跑到我这里避难的？算了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这些就是天地元灵，这些紫黑色的怎么最多？还像穿了层衣服。白色、黑色还有紫黑色的最清楚，其他几种似乎并不愿让我感知。白色为阳，黑色为阴。我的神藏是阴阳双属性，神藏只能吸纳与自身属性相合的天地元灵，
阴阳丹属性以万中无一，同时具备两者更是罕见。他们似乎也能吸收，但绝不能贸然尝试。确认阴阳属性后，莫名开始尝试沟通阳元灵。这股自眉心散出的无形力量，便是神念之力。神念以量计，每次动用都会产生损耗，损耗只能缓慢恢复，而神念总量可随修炼提升。别怕，慢慢来。成了。杨元灵呢？怎么突然不见了？砚台，神藏竟有这种形态！阴阳乾坤砚，原来是外来灵宝。王村长，山中仍没有消息。万镇长，越是此时，越要沉住气。见过古宗师，不必多礼，请坐。尚有部分势力未到，但时间紧迫，不再等候。我先将这2个时辰发生之事细说一遍。上一次魔灵降世发生在莽寒国，他们发现太晚，地点又偏僻，等到察觉时，妖兽已遭魔化，最终损失惨重。所幸此次异象刚现便被察觉，至今不过2个多时辰，灾祸尚在可控范围。龙脊山乃上一代护国神兽黑龙王的归墟之地，常年受其残留意志庇护，与天地元灵影响，此地自行形成了一座方圆30里的天然防护阵。接下来，我有几件事宣布，诸位知晓即可。其一，此阵能阻隔煞气魔灵外泄，也会吸收周边煞气与魔灵，请尽快测算剩余运景时间，并探明补充灵气之法。其二，立即从司天剑总部调取封魔大阵，以备天然阵法失效。其三，普通人无法入山，高于通灵出境的灵者也无法进入。其四，入山物资由万镇长协调调集，到位后即刻进山。其五，山中妖兽最高堪比通灵上境，尚未发现更高境界者。时间紧迫，请诸位即刻召集辖区内所有通灵出境人员，后续再定入山人选。此刻已是戌时，鉴定亥时进山救援。诸位可有补充？既无异议，便即刻行动，召集人手，筹备物资，亥时准时进山救援。风雨欲来风不止，魔灵降世搅乾坤。小爷我终是重归世间，这次又是哪个废物原主，竟让我在体内沉寂如此久？谁在说话？看什么看？往这儿抢，往这儿抢！太极图这儿，这一任主人怎么一代不如一代？这般愚钝，莫不是又要早早殒命，让我再度沉寂？你是谁？为何会在我的神藏空间？你想做什么？快出去！喂，你是傻子不成？就你这点弱鸡神念，也敢打我本体的主意，还想赶我走？我看你是当真膨胀了啊！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？怕不是杨大人我沉寂太久，世道变了，竟出了你这么个莽撞小子！我再强调一遍，我是你的杨大人阴阳乾坤宴的器灵之一，这话给我记心里，刻进骨子里，烙进灵魂里。以后见了我，必须客客气气叫大人，明白吗？罢了罢了，跟个傻子计较什么？不过还算你有点天赋，竟觉醒了万中无一的阴阳神藏。比历任冤种强上那么一丢丢，想来不至于早早丢了性命。哎，欢乐的时光总算要开始了，本大人都开始期待往后的生活了。今天本大人心情好，再指点你几句。有我杨大人在，自然还有个殷大人。你太弱，我也不为难你。现在去外面抓个阴元灵进来，等本体吸收了，殷大人能醒过来，到时候我们阴阳双圣归一，你就能继承本土。你把我的元灵吃了，还想再吃更多？我这是找了个祖宗，不仅帮不上忙，还要一直耗我的元灵。你什么你？要叫杨大人，尊重懂不懂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元灵本就是用来吃的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我只是暂时借用，以后会还你的。看到那太极图没？它每转1周天，本体就会产出新的阴阳元灵，产出多少全看你付出多少，有付出才有回报。少年，我不光能帮你产元灵，还能强化元灵，让你的元灵比别人强，这可是本大人的看家本领，还有好多好处，我记不清了，你自己慢慢发掘。转的比蜗牛还慢，真能产出元灵？他不是在忽悠我，不过好像没那么不安了。我可不会自掘坟墓，你我同生共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你自己的情况自己清楚。再拖下去，小命没了，可别怨我。你小子不见兔子不撒羊是吧？行，本大人就让你开眼。没阴元灵，殷大人还没醒，现在信了吧？赶紧再抓个阴元灵进来，
再不行动，等他们侵入神藏，身体就不属于我了。只能试一次。阴阳气灵复苏，灵魂契约缔结。阴阳乾坤焰之主莫名。乾坤焰可吸纳阴阳元灵，修复气灵，提升品阶。下次进阶尚需推动太极3周周，若搭配万物造化笔，每日太极轮转周天可提升1倍。太极轮转1周天可产出阴阳元灵1对，每次轮转也会提升神藏内元灵强度，最高可提升12成中的一部分，逐步累积至上限，皆提升1倍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半生物万物造化笔缺失。笔呢？万物造化笔去哪儿了？你说那个笔呀，确实有点印象，好像还挺有用。它是在……若寻回万物造化笔，阴阳乾坤焰的辅助胶能将整体提升1倍。如果真的能让所有能力提升1倍，一定要把它找回来。嗨，别提它了，提起它就烦。现在指不定去哪儿浪了。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就是它叫万物造化笔，而且我对它非常反感。按理说它也是本体的一部分，难道上次它做了什么坑害本体的大坏事，这才导致我和小英子一起沉睡？杨大人，您话就不能一次说完，说了跟没说一样。都说了我记忆有失，明知道问我等于白问，嘿嘿，气死你小子！主人，实在不好意思哦，我的记忆也有些缺失呢。万物造化笔太顽皮，可能自己跑了，也可能被敌人打坏了呢。他总爱到处惹事，还坑害过好几任主人。主人若遇到他，一定要多加小心呀。主人呀，我建议您现在先不要考虑他。您现在实力尚弱，若无法掌控他，反而可能被他伤到。小月害怕主人重蹈前任主人的覆辙呀。这才像欺凌嘛，好歹我也是你们的主人。这小银坤可比杨大人讨心多了，那个张口闭口就是小爷。等等，他自称小月，这个名字倒很适合他。小月比小英子好听多了，还是小月讨人喜欢。小英子，你能不能别在那儿恶心我？都过去多少年了，还是这副德行，小爷我实在受不了了。你好好向小月学学，什么小英子，人家叫小月，这称呼多难听。要不要我叫你小杨子？你还是安静会儿吧，正事要紧，别再胡闹了。是的，主人，眼下还是正事要紧。我观察到主人现在的身体状况很糟糕，必须尽快把这些魔灵驱逐出去。再过半个时辰，您的肉身便会被魔化，到那时，即便神仙降临，也救不了您。主人，有本体和我们束住，眼下并不难。您已有3只阳元灵，只需再吸纳3只阴元灵，将它们同时送入混沌漩涡，便可壮大神藏，提升神念。切记，阴阳必须同练，绝不分先后，否则性命难保。幸亏那只阳元灵被乾坤焰吸走了，否则我可能已经出事。原来阴阳神藏的修炼还有这般讲究。谢谢你，小月。对了，小月，我再吸纳进来的阴元灵不会又被你引走吧？不会的，主人。本体如今已与您的灵魂绑定，不会再自行吸纳元灵。现在，本体和我们都会听从主人的指令。神念只剩3成，必须一次成功。清心如水，清水即心。仅仅2个元灵，就让漩涡扩大这么多，真是神奇。主人，您可以尝试驱赶魔灵，他们还没进入神藏，目前应该不是您的对手。您现在只开了神藏，其他学校都还没开启，他们没有据点，暂时难以和你抗衡。好的，小月，你也快休息会儿吧，我这就处理他们。若神藏空虚，魔灵便会趁虚而入，不能让他们靠近混沌漩涡。骑兵谷镇守已有3条初步消息。第一，龙脊山外的法阵疑似隐于虚空的天然大阵，存在了多久，暂时无法确定。第二，尚未找到补充灵力的方法，也未寻得阵眼。第三，山内魔灵浓度已达2成，部分区域甚至高达5成，意见不坚者极易遭到魔灵侵蚀。此次救援贵精不贵多，入山者的神藏最低需达到月品。入山前还需备足物资，目前各方已在加紧筹备。法阵还能维持多久，暂时无法确定。如此看来，救援必须越快越好。普通人长期处于那种环境，最多2日便可能被魔化。觉醒神仓的灵者，大致也只能支撑3到5日。
时间不等人，立即准备大量清神丹。据查，除我方之外，另有2方势力正在筹备入山，目的尚不明确。西北50里外的莽韩国境内，已有莽韩国人员驻扎；东北40里外，还有一股身份不明的势力安营扎寨。2方具体目的目前尚未查明。莽韩国，上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？人人避之不及，他们为何赶来？莫非也有人被困山中？更麻烦的是那股潜入我管辖之地的神秘势力。眼下局势，当真是多事之秋。今土元灵听令，宁！去！停手吧，点到为止。金光纵下步，灵阶精细身法，圆满可运于数百乃至1000丈，远近依人而异。古宗师秘境偶得后，陷入藏法阁，灵者皆可凭功绩兑换。灵阶身法也肯陷入藏法阁，这是让天下灵者都有机会休息。少许，来自各个势力的主事已经在古云峰身侧就位，每位主事前方一掌都站着各家所召集的通灵出境灵者。第一队，龙头镇王家王雄之子王东阳；第二队，龙头镇府衙万宝山之子万金元；第三队，龙头镇刘家刘清风之子刘宇；第四队，龙头镇陈家陈玄灵之女陈苗儿；第五队，囚龙村村长之孙女王若水；第六队，龙须镇府衙司马彦峰之孙司马兴；第七队，龙须镇张家张海伟之子张宝宝；第八队，长白剑派冯新长老之女冯嫣然。听说救人立功，功法、丹药和灵宝都有封赏，可此行凶险，神藏最低也得达到月品。他们都是未来精英，听说古大人还想从中收徒。古大人要收徒？嘘，小声点。古宗师，8队32人已经就位，入山物资也已下发，每人清神丹25枚，已是现有全部；回元复血丹各20枚，炼煞降魔衣每人1件，可防魔灵侵入。所有物资均已清点无误，请古宗师示下。万镇长辛苦了。古宗师客气，为百姓效力，应当的。各位，山中魔灵肆虐，凶险远胜以往，每6个时辰服清神丹防魔灵入侵。若有人魔化，立即喂丹。情报已说明，拜托各位。时辰已到，出发。遵命。古云峰则独自赶往探子所报的神秘驻地。务必找到莫名，把他平安带回村。沿着脚印追，必须把莫名安全带回去。依次入山，切莫争抢。进去后原地等候，不要走远。99归一，试炼者人数符合要求，秘境开启条件触发。其一，秘境开启10天，开启后出入口关闭，所有人无法随意进出。秘境，龙脊山竟然是一处秘境，入口已经封死，看来这10天我们只能留在秘境里了。其二，此为黑龙秘境，机缘散布各处，有缘者得知。其三，5日后试炼者需从5行峰中任选1峰登顶，各峰难度奖励不同，建议选择契合自身神藏者登顶。若有1峰无人登顶，秘境关闭后出口不启，其余信息请自行探索。其四，秘境遭魔灵侵入，部分妖兽已经魔化，特殊任务开启，清除魔化妖兽可获贡献值，秘境结束后凭贡献兑换奖励。诸位，竟然触发了秘境，咱们这次运气逆天了！先别高兴，若有1峰无人登顶，出口便不会开启。看来不能只顾机缘，登峰人选必须好好安排。黑雨停了，附近的魔灵也减少了90%以上。这月亮怎么比外面亮这么多？原来先前所见只是法阵幻象，眼前的才是真正的黑龙秘境。
镇长大人，富贵有要事禀告。进来说话。大人，我看见龙脊山上空出现一张巨口，瞬间把黑云全吞了。巨口吞没黑云，那巨口是什么模样？镇长怎么只问那张巨口？回镇长，那巨口好像是一张黑色龙口，可它出现的太短，小的实在不能确定。黑龙巨口，难道是黑龙大人遗留的意志所为？黑云突然消失，对魔灵将士究竟有何影响？是福还是祸？福贵，使我手令，请各方主事尽快过来，再通知司天监，立刻查清此事，随即汇报。禀大人，龙脊山上空出现巨口，将漫天黑云瞬间吞噬。岳长空，莽韩国八王岳莽山第9子，他已至荣快上境，元灵金空山隐云霄，此乃秘境开启之征。半月前，岳江山从国师处得到消息，命岳长空前来主持大局。入山的都是各家精英，尚可应对。小公主也在其中。黑龙遗志汇聚天地元灵，才孕育出此秘境。黑龙已死60年，秘境与魔灵为何同时现世？出生秘境限制境界，其中必有珍宝。此次异象应是黑龙秘境现世。事不宜迟，诸位随我过去看看。是，长空大人。荣观境，他们莫非就是那支神秘势力？不知诸位有何事，为何在此等候？古宗师，久仰。我乃问心宗长老莫韵，因事务耽搁至今，正巧在此与您相遇。问心宗，我虽听过，却从未见过其门人。远行8000里，莫非是为这场异象而来？原来是莫韵宗师，不知贵宗来此所谓何事？半月前，我宗大长老窥探天机，预言此地100里之内将有一处新秘境现世，因此我们才不远万里赶来，想要查明秘境所在。秘境现世，不瞒莫韵宗师，今日我这地界刚刚出现魔灵将士，祸乱将起。可直到现在，我尚未收到任何秘境现世的情报。2刻钟前，黑龙秘境已经现世，他与魔灵将士同处一地。如今二者都已消失，想必秘境已封闭入口，何时再开，尚不清楚。此行我们也带了出入通灵境的弟子，本想让他们进入历练，顾忌魔灵侵袭，我们只派入8人，神藏皆在月品以上。秘境现世后，我们探得试炼者共有99人，不知古宗师一方派入了多少人？竟是黑龙秘境，为何司天监毫无预警？是推算受阻，还是被其他事物耽搁了？黑龙大人坐校60余载，残元意志竟孕育出了这座秘境。秘境之事，我此前却不知情。我方认为救人，因魔灵凶险，只派入32名月品以上灵者，99人，除去我方40人与贵宗8人，莽韩国竟有51人。莫非他们也早已知道秘境现世？确有可能。莽韩国国师的占卜之术，并不在我宗之下。原来如此，莽韩国果然早有准备。莫韵宗师若无要事，请先随我回营，待荡魔司来人，再共商魔灵灾祸。古宗师，我们正有此意，能为王朝效力，也是问心宗的荣幸。好，有贵宗相助，此次灾祸不足为惧，我定为贵宗表功。多谢古宗师。黑龙秘境试炼正式开启，试炼者们去寻找属于你们的机缘吧。黑龙秘境辽阔无边，中央龙脊山独占近半疆域，主峰高逾1000丈，4峰环立，峰与峰之间相隔数十里，从秘境边缘到山脚，常人也需大半日。各位既已踏入修行，今后便是同道中人。小女子王若水，
便先称顾魏一声道友。登峰试炼5日后才开始，眼下应以救援百姓为先。我们先结伴赶到山脚，再按原定区域分开探索。离子神较早，但赶到山脚至少也要2个时辰。到达山脚约是丑时，休整2个时辰，卯时天亮便进山救人。沿途若遇魔化妖兽，顺手清除即可，不必耽误寻人。我的安排便是这些，不知诸位可有异议？他的安排周全可行。好，若水道友，我略长几岁，唤你若水妹妹，可介意？杨兄哪里话，出门在外本就该相互扶持，况且王姓本一家，我认你这个兄长。善。诸位，若水妹妹的安排我没有异议。古宗师有令，救人第一，纵有秘境机缘，也需先完成任务。2日之内，我不敢保证，但最多3日，定将所有被困村民带回此处。秘境共有99人，除我们外，还有2方势力，底细不详。此时争夺秘宝、猎杀妖兽，难免与他们冲突。若机缘未得，反倒耽误救人，便是得不偿失。就按若水妹妹所言，8队分头救人，待百姓脱险，再商议登峰顺练。好，出发。雨停了，先顺着低处走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下山路。这墨雨明明没伤人，我怎么还是觉得脊背发凉？外面全变了，万一再遇上那种黑雨怎么办？一个人留下更危险。跟紧我，先找到其他人。半刻钟前，我在坡下看见一只土鼠狼，它本来还好好的，突然双眼发红，龇牙咧嘴，紧接着它就在地上痛苦翻滚，叫声也完全变了。它爬起来尖叫一声，又倒了下去。我还以为它不行了，可没想到它竟然又站了起来。它那双红眼，只看一眼就让人心里发怵。片刻后，它直扑我的小腿，张嘴便咬。我一刀将它拍飞，可它的力气比寻常土鼠狐大了1倍不止。那一刀像砍在石头上，只在它背后留下一道浅痕。就这样来回几次，它伤得不轻，却还是不要命地扑向我。我不过路过看了它一眼，它却像被我发现了什么秘密，暴躁得吓人。最后我只能下重手，它这才彻底消停。终于将体内的魔灵全部清理完成了，先睡一觉，天亮再找出山的路。小子，快醒醒！你发达了，这里变成秘境了，机缘无数，快起来寻找宝物！又做梦了，谁一直说个不停，还让不让人睡了？原来不是梦，神藏里多了你，以后怕是清静不了了，扰人清梦，我不听了。这里可是新生秘境，遍地都有秘宝和机缘。秘境，秘宝。先看看乾坤宴有没有新的元灵。魔灵转化成功，获得终极变异阴元灵，首次吸收。神藏壮大到2寸8尺了，其特性可强化血鞘上限。剩余5只魔灵，5个时辰后完成转化。乾坤宴真能转化魔灵，以后我岂不是他们的克星？哼，小子，快醒醒，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就你现在这弱鸡模样，也想当魔灵克星，这辈子都别想。世间魔灵千万，你才了解多少？我看你又膨胀了。确实想得太远了，先找一只阳元灵与变异阴元灵相合。等等，又被他吞了。小叶说过我能控制他，怎么把这事儿忘了？小杨子，咱们走着瞧。看也没用，你不是厉害吗？让你再嘚瑟。吸收终极变异阴元灵，神念恢复速度提升1/1000。神藏再次壮大，当前大小3寸。试试看，血鞘的淬炼上限能提升多少？凝练度提升了，可上限呢？难道这特性对神藏没用？疼！小杨子，出来！你怎么不提醒我？你倒是问啊！你倒是说啊！变异元灵眼下用不上，也不知是否还有隐患，先观察一阵，等开启新的穴窍再吸收不迟。只顾着魔灵，差点把秘境忘了。杨大人，您刚才说的秘境，那些秘宝都在何处？主人，小月为您解答哦。小燕子。小月，你醒了，快跟我说说这秘境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好的，主人。别叫主人，叫我明大人或者明哥哥，亲切些。好的，明大人。黑龙一掷汇聚天地元灵，孕育出了这座秘境。5日后登5行峰，清除魔化妖兽，可得贡献，兑换奖励。那杨大人刚才说的秘宝呢？明大人，小月现在还感知不到秘宝的位置。
不过只要靠近秘宝1里之内，我的本体就能发现它。本体稍有缺损，感知范围有限，以后帮我们净化，范围就会扩大。明大人，加油哦！小阴子还叫上明大人了，真受不了你！小子，本体不用完全恢复，只需恢复5成，就算秘境再大10倍，里面的秘宝也逃不过感知。明白了吗，少年？明白了，多谢杨大人耐心解答。您歇着吧，现在出不去，实力又弱，该怎么办？明大人，先找个安静安全的地方，安心修炼几日。有我们辅助，明大人的修炼速度会很快。等实力提升，不再惧怕妖兽，我们再寻找秘宝，完成秘境任务。阴坤进化度提升至1%。小子，你偏心！月落日升，皆与外界一致。看来此处虽是独立空间，时间却并未改变。酱香浓郁，肉质鲜美，确实不错。口粮只够3日，若救援尚未结束，之后便在山中猎取野兽补给。按计划进山。莫营的位置最近，我们先沿旧路上半山腰，找到他再搜其他路线。得先找点吃的。黑云散了，总算恢复正常了。附近应该有棵龙血果树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果子。先摘些龙血果填饱肚子。听村里人说，这棵树曾受黑龙大人的一滴龙血滋养，半月前果子已经泛红，如今6月中旬，应该正好成熟。实在饿得难受，得尽快赶过去。左上方西北1里，果树就在那边。怎么连虫子振翅都听得这么清楚？是神藏增强了6阵，那就把无用的声音压下去。不是争地盘，他们像是只想攻击对方。明大人，他们可能已被魔灵侵蚀，还是不要靠近为好。先填饱肚子，再找地方修炼。实力太弱，遇到危险连自保都难。神念能看清周围3、4丈，连藏在腋下的石头也能发现。明大人，神念就像另一只眼睛，感知实体几乎没有消耗，沟通元灵才会耗费神念。1步进1丈，好快！大意了，跑了快1刻钟，龙血果树应该就在附近。笑什么笑？没见过撞树啊！小子，前方1里有灵果，剩的不多了，再晚就没了，快去！阴阳乾坤宴果然能探宝，杨大人没有骗我，这次赚到了。龙血果不会跑，那边既有人采摘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先去看看。收到，杨大人，我这就过去。算你小子识相，那阳属性灵果可是我发现的，记得孝敬本大人。少不了您的好处。小月，你们感知秘宝的能力还有属性之分。是的，明大人，小月感知阴属性宝物，杨大人则能感知阳属性宝物。原来如此，那这次就先给小杨子的记上一功。他们跟着我做什么？是在给谁报信？杨大人感知到的灵果，竟然就是龙血果。只剩12个了，再看下去就1个也没了。不能再耗下去，不然果子真要被摘光了。小子，干他们！别怂！明大人，小心，他们已被魔灵侵蚀，凶性大增，身体也会更加坚硬。机缘就在眼前，岂能放弃？既然要争，那便各凭本事。阴阳元灵，听我号令，现！养了你们这么久，也该出来干活了。这术法竟能让他直接消散。献果投诚，这礼数倒学得有模有样。我只想挡他们片刻，没料到会如此。罢了，接下便是。此地魔灵遍布，驱散也只是一时，耗费不多，所请一并驱除。一亮神念，足
足够了。秘境中我势单力薄，或许能让他们探路放哨。还是先问问杨大人和小月。明大人，我们也不清楚它具体有什么妙用，但是我感觉这棵果树应该被龙血滋养过，龙血果肯定有强化肉身的功效，其他作用暂时还看不出来。强化肉身，正合我意。明大人，您放心吃吧。味道还是没变，没有变化。先查看自身情况。这种感觉，肉身真的变强了。经历2次强化，如今的实力已经远超普通人。既然有效，现在提升实力才是关键。第2枚、第3枚的效果明显减弱了，继续服用，提升效果恐怕会越来越低。现在提升已经足够，不能浪费这些灵果。30个龙血果带回去的话，闯哥他们也能得到一些。这么多果子，总不能直接包在衣服里带走。这里还有妖兽，如果被他们发现这些果子，恐怕会引来麻烦。必须想个办法，既能带走，又不能暴露目标。有人正在往这里赶，会是谁？难道是一起困在山里的乡亲？又有人来了。这里怎么会有人？若水姐，天晴哥，是我阿明，我在这儿。石魔狐，快！若水姐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大家了。都多大了，还哭哭啼啼的，像什么话？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阿明，姐姐来了，再也不用怕了。好小子，真是让人意想不到，1天不见就已经觉醒神藏了。阿明这是因祸得福，爷爷知道了，指不定有多高兴呢。阿明没事就好，万事大吉。感谢各位哥哥姐姐前来寻我，在下感激不尽。对了，阿明，觉醒的什么神藏亮出来，让我们长长眼。天地元灵，听我号令，现！阴阳神造。阿明，你真是我们村的天才，村长爷爷肯定会高兴坏了。以后的县府大比可就全看你了。阿明，你昨天才觉醒神藏吧？这都有14个元灵了，我第1天才吸纳5个，你这不到1天就14个，太恐怖了。有这么夸张吗？看看我们的阿明，还故作小女儿姿态。行了，别闹了，眼下还有正事。若水姐，走，带你们去一个地方，保证有惊喜。他们赶来救我，这份机缘理应一起分享。这是龙血果，以前每年常熟时，我们一人也只能分到1颗。没错，天晴哥，不过现在应该叫它龙血灵果。树上原有36颗，我吃了6颗，剩下的都在这里。那黑猴怎么是金顶？什么品种？嗨，这分明是山里那群讨人厌的通灵金猴。莫非他们遭了黑羽洗礼？他们倒聪明，用手护住头顶，才留下这片金毛。阿明，听村里人说，这群猴子平时顽皮得很，可他们对你不止敬畏，还心怀感激。看来你的手段不简单啊。是的，若水姐，用了点小手段。各位，先尝尝龙血灵果，就当早饭，也看看它对你们有没有帮助。放心吃，我来替你们护法。吃个早饭还要你莫大人护法，回村不得被笑死。阿明送你这么大的机缘，还堵不上你的嘴，白眼狼！快拿套衣服给阿明换上，看看他现在什么样子。若水姐，冤枉啊！黑娃这小子太让人嫉妒，什么好事都被他赶上了。
我这心里真是好痛啊！剩下这14颗，是带走，还是留在这里？怎么了，阿明？哪里不舒服吗？若水姐，我没事，只是这些灵果戴在身上太显眼，也容易引来妖兽。可我还想给闯哥和其他伙伴留几颗，让他们也尝尝。原来如此，阿姐送你一件灵宝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储物灵宝，空间约有5尺立方，装下这些果子绰绰有余。我正好多一个，便送你了。不过要记住，它不能存放活物。知道了，若水姐，我这就试试。真的成功了！储物灵宝竟如此神奇。昨日我还差点死在山里，如今我只想好好活着，找到爹娘，保护亲友，还要踏上修炼路，去求那未知的长生、通灵、玉窍、结脉。哪怕希望渺茫，我也要一步步走下去。阿明，这部《元灵百解》记载着元灵的基础修炼术法，另一部《绝灵醒神功》是凡级炼神心法，先凝神感应元灵，再依照法诀引导，切不可急于求成。我们还得继续寻找村民，你先留下巩固境界。3日后山顶会合，到时我们一起参加登峰试炼。阿明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啦，快来尝尝。阿明，听姐姐的，多少吃一点吧。再这样下去，你会先垮掉。爹娘回来怎么见你？他们或许只是有急事，办完就回来了。你阿娘也不愿看你这样。阿明，你知道人也可以修炼吗？觉醒神藏后就能吸纳天地元灵，让自己变得强大。等姐姐觉醒神藏，就努力变强保护你。可姐姐也怕自己护不住你。阿明，振作起来，以后和姐姐一起修炼，一起变强，再去找你爹娘，好不好？修炼吗？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不够的话，姐姐再给你送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修炼变强，再去找爹妈。从那以后，若水姐一直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。后来我明白，人终究要靠自己，认真的活着。如今我们都已觉醒神藏，未来的修炼路上，我不再孤单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尽快吸纳元灵，壮大神藏。乾坤宴又积攒了4对阴阳元灵，31对元灵，神藏距离圆满又近了一步。吸纳元灵也能提升神念上限。出境吸纳360只元灵，神藏圆满36寸；中境开启气海窍720只元灵，圆满72寸；上境开启行窍1080只元灵，圆满108寸。神藏出城时承受有限，每日最多吸纳10多只元灵。若是强行吸纳过量，神藏便可能无法承受。待神藏逐渐强大，吸纳数量便不再受限。若能吸纳特殊元灵，神逢品级甚至可能进阶。我的神藏似乎没有每日吸纳上限，吸收的越多，它反而更强。至于原因，只能以后再查。乾坤宴每日可稳定产出12对元灵，变异转化还不算在内。照这个速度，3日后便可能出境完满。别人要1个月，我或许只需3天。杨大人、小月，助我再捕获几只初级魔灵。没有终极魔灵，神念也所剩无几。今日便先到这里，接下来便研读这2本秘籍。这些文字竟直接烙印在了神藏之中，心念一动，篇章便会自行呈现。这预检的记录能力当真神奇。先静下心来研读。总纲全面解析元灵应用，竟分为3大篇章。这部秘典广为流传，正是为了让初学灵者少走弯路。若早些读到它，我便不会浪费那么多神念。元灵先分5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再加阴阳以及变异的风、雷，共9大类。其中并无魔灵记载。9类元灵又各分初、中、高、顶4级。同一种术法，中级元灵的效果约为初级2倍。高阶术法与灵宝，
往往需要高级元灵催动，元灵也能受神藏滋养，逐步晋升更高品级。阴阳元灵最基础的应用，便是制造光明与黑暗。一念化纣，一念沉夜，这便是阴阳元灵。其他属性有10余种，阴阳术法却只有3种。阳气弹，以法诀排列阳元灵，凝聚成球，再发射出去。命中后释放阳元灵，便能形成强大的冲击。而阴阳元气弹同样融合阴阳元灵，但这套法诀比太极盾更加精妙。阴阳各18支，融合综合速度竟比之前快了1倍有余。无声无息，所过之处尽数消失，这才是阴阳元气弹真正的威力。阳气弹留下灼热坑洞，阴气弹留下冰寒坑洞，威力都远不及阴阳元气弹。阴阳元气弹威力虽强，消耗也太大，非到危急之头绝不能轻用。平时用阴阳气弹即可。其他属性都有多种防御手段，阴阳属性却一种也没有。剩余元灵太少，太极盾只能留待以后再试。若能先压制对手，或许也能减少防御的必要。今天只吃了1顿早饭，修炼之人难道天生就得挨饿？几天没吃肉了，请猴王帮我找找山鸡或野兔吧。今晚就痛快吃一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修炼。熟了。好香！原以为肉会坚硬难嚼，没想到猎物死后肉质竟恢复了，肉里还有微弱能量。可2只山鸡下肚怎么才小半饱？看来肉身强化之后，食量也跟着增加了。兔肉虽有些柴，味道却更香。往后的秘境生活倒是越来越值得期待了。诸位可曾看出秘境里的情况有些异常？魔灵将士已1日，普通人本难支撑，可多数村民安然无事，救援也过于顺利。谷大人，或许秘境中的魔灵受到压制，力量被削弱，村民才不易被其影响。万镇长所言8九不离十，黑龙王的意志的确能够压制魔灵，一旦失效，魔灵突然突见爆发，后果将更为严重。今日召集诸位，便是商议如何规避魔灵突然爆发的风险。秘境出口开启时，魔灵可能随撤离者一同出，各处出口都需布下封魔、静魔、炼煞等10余种法阵，只是所需材料众多，短期内难以备齐。截至目前，我们只筹齐了1套法阵所需的材料。青天剑目前查明，黑龙秘境共有6处出口，其中4法在我朝境内，另外2处位于莽寒国境内。只是莽寒国境内的2处出口，他们准备如何处置，目前尚未可烧。今日过后，我会亲自前往莽寒国驻地，还肯问心宗墨韵宗师与我同行，不知意下如何？谷大人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又事关魔灵，在下责无旁贷。墨韵宗师深明大义。好，墨韵宗师，明日卯时仍在此处会合出发。万镇长，即刻派使者前往边境，通告我明日拜访莽寒国驻地。我离开期间，便劳烦司马兄主持此地大局。谷兄放心前去，这里交给我便是。好，事已至此，各位先去忙吧。刚才下山时，你们猜我看见谁了？这山里还能有谁？被困的不都是咱们这些普通人吗？若水说龙脊山已成秘境，咱们暂时出不去了。唉，也不知道我家婆娘怎么样了。赵叔，您先顾好自己吧，还惦记婶子呢。我看您是有心无力喽。你这混小子，敢拿赵叔开玩笑，我看你是欠收拾了。不敢，赵叔，我错了。我下山经过龙血树时，远远看见树下有个人。大虎说那是黑娃，他觉醒了了不得的神藏，正在修炼，不能打扰。前些日子黑娃才4尺半，如今怕是已有5尺了，看着没以前那么黑，身板也强壮了不少。人一旦踏上修炼路，果然就大不相同。这简直就是脱胎换骨，乌鸡变凤凰喽！张二全，这是好事儿，黑娃长本事了，我也替他高兴。这孩子命苦，爹娘失踪多年，至今生死未卜，
我以前几次送他吃时，他都不肯收，非说要靠自己挣钱养活自己。那时他才11、12岁，心性却正，又要强得很。我看黑娃不比弱水天一差，日后说不定真能成就一番大事。是啊，这孩子吃了不少苦。先看看乾坤宴这段时间的转化收获：3对初级变异阴阳元灵，还有3阳2阴，共5只终极变异元灵。血鞘上限提升不变，神念恢复却降至5/1000，慢些积累也无妨。14寸8寸，神脏与神念上限又提升了。接下来该看看这部绝灵醒神功了。神藏的形态、品节和属性各不相同，专属心法自然极难寻得。通用心法适用广泛，但对境界修炼的助力相对有限。凡阶可治通灵，星阶可治玉鞘，越阶则能修治劫脉。前阶虽能直达长生，却离现在的我太过遥远。前半篇都在讲觉醒神藏，真正的修炼内容只占少数。前2层对我作用不大，第3层的神文与3天开启之法倒值得细看。杨大人、小月，你们帮我看看。这部炼神心法是否值得修炼？第1层辅助觉醒，第2层淬炼神脏，第3层才涉及神文与境界突破。吸纳元灵提升的是神脏光度，但广度会受到境界限制。炼神心法提升的是凝练度，也是突破境界的另一项条件。只有广度和凝练度同时达标，才能冲开血鞘，迈入下一境界。神脏突破侧重炼神，境界突破侧重炼身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境界决定神脏广度上限，心法决定凝练度上限。神兵类更善杀父，宝术类更重辅助。神脏形态决定力量的展现方式，神脏越大，神念之量越多，凝练度越高，神念之质越强。在神脏内精刻神文，能够增强元灵的淬炼效果。属性相生的元灵相互配合，淬炼效果最好。可相克元灵共存于神脏，本身便会形成冲突，单一属性无法开发到极致。多种相克元灵并存，却又难以协调。这部心法能提供基础方向，但真正有用的内容并不多。哼，小子，你这是揣着金子找芝麻！你原来的炼神心法比这部垃圾心法强上10000倍。明大人，小月也认为您现在的心法已经足够好，不必更换。可我只懂基础淬炼，后续该如何修炼，实在毫无头绪。哈哈，你小子终于承认自己笨了，来求求本大爷，兴许我会教你。明大人，先将心法传给我们，小月试着帮您参悟。小银子，你这个大叛徒，本大爷的心痛啊！这心法晦涩且并不完整，小月目前只能参悟前2层，后续还没有头绪。竟是残篇，不过前2层眼下也够用了。小月，快跟我说说。小子，别急，你当真决定修炼这门心法？怎么了，杨大人？一旦修炼，今后几乎无法改换心法，除非自降境界，从头再来，风险极大。更麻烦的是，它只有残篇，悟性不足，你将来很可能止步于断层之前。修不修，由你自己决定。这是娘留给我的心法，何况还有杨大人和小月，我不怕。切，现在知道说好话了。听好了，此法立意是神脏及星辰世界，星辰世界亦是神脏。第1层名为星辰之心，你的混沌漩涡正是最合适的基基。先以神念镌刻天罡地煞星辰核心，奠定完整星图，再将108只阴阳元灵融入对应星位，激活星图。第1层便可入门。小成可起7气海鞘，精通可起圆满，至能极降，最少需要108只阴阳元灵，而且每一只都必须进入指定星位。多谢杨大人，多谢小月，小生有礼了。漂亮话少说，来点实际的，少年。我确实急着进阶，后面还有任务，待成功突破，绝不会辜负你们的关照。行了，有心就好，自己研究去吧，本大爷也该休息了。方向已经明确，接下来便看我自己了。成功了，淬炼效果至少提升5倍。堂堂莫离第1宗师前来，竟然还带着一位女子助阵。岳长公你也不差，堂堂莽寒第1宗师，见我一人前来，难道还不敢一案？少逞口舌之力，既然同为第1宗师，今日便让我领教你的高招。好，今日便一决高下。墨韵宗师，劳烦在旁列阵。冥王霸体拳，灵魄神拳。肉身难分胜负，亮出你的灵兵吧。灵阶灵兵，五域冰魄刀。灵阶灵兵，更遇七星剑。天地元灵，听我号令，庚金破魔剑。宁！天地元灵，听我号令，冰煞寒月。顾云峰，我不会输。
岳长空，你输了。古云峰不愧为莫离第一宗师，在下佩服。若是生死相争，胜负尚未可定，承让。好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。走，帐内一叙。莽寒境内的2处出口由我负责布置法阵，抵御魔灵。鲁豫，报，陆将军，物资已经筹集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准。神念已经完满，恢复时间也从6个时辰缩短到了4个时辰。282只元灵，29寸6寸，今日便有望达到出境圆满。山顶危险，你们尽早下山，不必跟着我冒险。若水姐他们因已抵达山顶，我得尽快赶去会合。小子，往东走，我感觉那里有好东西。杨大人，大概还有多远？一直往东1里之内，我才能确定究竟是什么宝物。停下，附近有一株杨树灵培，旁边还有妖兽守护，阴阳半灵灵物。悄悄靠近，先看清守护妖兽，势不可为就撤。不能再近了，先看清它究竟是什么。2尺大小，却给我如此危险的感觉。这是太古凶兽太虚两仪纹的幼崽，血脉并不纯，如今应该还只是灵兽。这小东西很厉害，两仪双生花对我又有什么用？成年两仪猴堪比妖圣，领域一开，连4爪金龙也毫无反抗之力。此花能大幅提高阴阳神藏突破极剑的概率，再配合你的心法，几乎10拿9稳。先谈不成再动手。若他愿意共享机缘，便没有必要争斗。先与他缔结契约，你的神念需强于他，而且他不能反抗，契约才能成立。双方不得背叛，缔结者可以主动解除。明大人，放心吧，你可以的，加油哦！这么小，竟能模仿大妖吼声，倒挺会虚张声势。你好，我叫莫名，想和你交个朋友。人族，你知道我是谁？太虚两仪号，你的大名如雷贯耳，秘境危险，不如你来帮我，我们结伴寻宝，彼此照应。你做我的契约伙伴，双花归我，庚金叶归你，如何？人族，你欺兽太甚！咔！普通阴阳气弹都无效，只能用阴阳元气弹破开他的防御。天地元灵，听我号令，阴阳元气弹凝！人族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别逼本兽方发威！还不认输！阴阳元气弹落！刚才那威风的两仪偶呢？不会只剩下点肉，正好给我当午餐吧？跟着我有肉吃。现在愿意做朋友了吗？可以，但你不能欺负我。放开心神，不要抵抗。契约成功了，神中多出了一道灵体联系。他才出生10余日，来到这里后一直守着双生花，只为净化血脉。他目前只觉醒阴阳领域与阳气弹，领域能够吸收术法能量，血若外来攻击。他似乎把平等契约误解成了主仆契约。别这么拘谨，我们是朋友。刚才那股霸气去哪儿了？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主人这么厉害，失敬了。别叫主人，你阴阳双生，今后就叫霍决绝大人，平时叫小娟子。好的，老大。守了10多天，结果花和根都进了老大的荷包，受毁啊！双生花已经到手，接下来山巅会合。老大，我们接下来去哪儿？前面危险吗？先别问那么多，差不多到饭点了，弄些吃的再走。你抓到什么，我们就吃什么。有个小弟确实方，今后找食材的活就交给他了。好香，老大怎么还不开饭？刚才教的记住了吗？以后烤肉的活你得学着接手。算了，你还小，又没有手，开饭。
猪鼻最有嚼劲，果然越嚼越香。还没吃饱？怎么还没肉吃？这些骨头你不吃吗？老大，我不是狗，我只吃肉，天生就是吃肉的。我忘了你是两1号，都怪这副模样太像小黑狗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晚上多抓几只猎物，我让你吃个够。现在该出发了，跟上。154名被困者中，8名灵者只找到6名，剩下2人可能仍在山顶。来人去，圣人上下。我们的任务是清除魔化妖兽，可过去3日，一只真正魔化的妖兽都没遇见。各位兄弟姐妹，总算找到你们了。我们刚沿记号上来，山顶可有异常。张大胖，上个山就累成这样，都成灵者了，平时还不肯多动。这里魔灵浓得多，侵蚀更强，守住本溪，别让他迷了神智。星哥，听你这么可得保好弟弟啊！好了，你们兄弟2个别闹了，人已经到齐，接下来说正事。山下虽有灵物，但真正珍贵的机缘多半集中在山顶与5座试炼峰，我们必须彼此扶持，绝不能为了机缘内斗。若有人迫切需要，也要量力而行，事不可为便立刻撤退，保命优先。队长未突破通灵中境前，只能探索山顶围，不可贸然深入。外围已有不少灵药，更远处还有接近出境圆满的妖兽，像是在守护机缘。妖兽守护之处必有机缘，各个队实力不足，便2队联合。我的安排就是这些，诸位若有遗漏之处，现在尽可补充。我们没有异议，一切听从东阳大哥安排。出发后务必沿途留下记号。虚空通道已经稳定，只差最后一步，冲开气海窍。气海窍已开，元灵循环稳定，通灵中境成了。气海窍终于开启，通灵中境突破成功。老大，是不是该吃肉了？可我之前没吃饱，又走了这么远，对我来说，吃肉本来就是修炼。行，今晚让你吃个够，猎物就看你的了，注意安全，打不过便回来叫我。让他历练也好，只要不离开神念范围，便不会出大问题。元灵强度已经提升至 2.2%， 今日产出10队，莫池另有8队初级变异元灵，以及3阳、3阳、2阴，共5支中级变异元灵，借29队，加上乾坤印的10队，正好39队。360支元灵，神藏36寸，广度已达通境极限，现在只差凝练度。照这个速度，再过1-2个时辰，便可冲击气海窍。为了吃顿饱饭，他这是和野猪在泥坑里拼命了。把野猪放下，脏死了。先去洗澡。老大快来！我发现一处灵泉，泉里还有一件阴阳灵宝，泉里还有一个人族，我感觉打不过他。走吧，带路。这处山境，过去的龙脊山中并不存在。泉里确实有人，距离太远看不清，暂时不能释放神念。嘘，人呢？刚才明明还在泉里，难道我们已经被发现了？你刚才抬头了吗？看见泉里的人去哪儿了？老大低头，我哪敢抬头？你们是在寻我吗？抱歉，在下莫名，我敢以性命担保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莫名，哼，一句道歉便想了事，哪里来的小毛贼，竟敢潜到这里？我真不是有意冲撞。圣兽说泉中阴阳灵宝谈宝，起初距离太远，我分不清男女，若实在不行，再商量平分灵宝。你还想将我吓走，再与我平分礼宝？今日我月儿仙便要好好教训你这个小毛贼。你出手吧，我是不会打女人的。他不会真动手吧？先稳住，绝不能露怯。若他真出手，我便立即截盾，先护住自己和小瘸子。你来自何处？到这里做什么？可还有同伴？如实回答，我便饶你这一次。在下来自茉莉王朝龙头镇，前日被困山中，如今准备前往山顶。他叫小瘸子，是我的契约伙伴。他发现泉州有灵宝，我们才临时赶来，并无其他同伙。
这次便饶过你。若下次再做这种事，我定然不会轻饶。龙头镇莫名，还有那只名叫小雪蕨子的灵兽，倒都有些意思。拜见小姐，属下来迟，请小姐责罚。我无事，灵泉底部藏有灵宝，你们下去将它寻出来。月儿仙，不知今后是否还会再见。老大，肉烤好了，快来吃吧。这次你想吃哪里？除了猪头都可以选。我要猪腿。猪头、猪蹄、猪排归我，4条猪腿归你，分配完毕。早知道还能多选，我就不只要猪腿了。神藏圆满，心法已至小成，今夜正可冲击通灵中境。突破通灵中境，需以天赋星为锚点，开辟通往气海鞘的线路。能否打开这道门，验证神念强度，就看这一次了。这股撕裂感，稳住，不能在最后一刻停下。这么容易，他竟连一息都没有坚持下去。5寸气轩，气海鞘已经成功开启。气海鞘是气力根源，元灵滋养此鞘，气力便能贯通全身。束缚神藏的枷锁已经消失，通灵中境成了。境界突破，接下来的山顶之行和妖兽任务，我也多了几分把握。原来如此，这便是周天循环。一只元灵通过这条通道大约需要1息。气轩收取元灵的能量，再把它送回神藏。气海鞘不能存藏元灵，只负责接收能量、转化并储存气力，一次调动30漏之已是当前极限。而维持循环同样会消耗神念。气海开启后，气力增加了100多斤，5寸气轩，或许每寸对应100斤力量。时辰不早了，养足精神，明日再登山。终于到山顶了，若水姐、天翘哥、大虎哥、二虎哥，我来了。阿明，你莫不是又突破了？才过去几天啊？大概3日吧，只是运气好些。他是我新收的契约伙伴，名叫绝绝子，平时叫小绝子就行。3日突破，还收服灵兽，比不了，真比不了！我怎么碰上你这么个怪物？行了，天啸，阿明进尽快是好事，你鬼哭狼嚎什么？小绝子，这是若水姐和天啸哥，快跟他们打个招呼。若水姐好，天骄哥好，二虎哥好。阿明，你们吃过早饭了吗？我们还备着一些食物。多谢若水姐，我们吃过了。让你们在这里久等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其他队伍昨日已经进山，咱们今日出发也来得及。正好人已到齐，现在出发。左前方约1里有一处山洞，洞内灵物众多，而且对你有用。洞中可有危险？活物我感应不到。还有，你已经突破，别忘了今晚补偿我们。若水姐，前方约1里似乎有处山洞，里面可能藏着灵物，我们去看看。同样是通灵中境，我怎么感知到？你的神念范围为何这么大？可能是第6感吧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。够了，天桥，先听阿明的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若水姐，你也太偏心了，黑娃说什么你都信，我连质疑一下都不行。小心，这2只狼身上有古怪。紫黑雾气，暗红双眼，他们确实已经魔化。嘘，这2只就任务所说的魔化妖兽，无论洞内有没有灵物，都必须清除。若水姐，我想让小绝子先去接触，他们同属兽类，或许能探清龙口虚实。可以，但一定要小心，发现不对马上撤回来。绝弟，先探探他们的口风，我会掩护你，情况不对立即寄回来。老大这是把我往险处推啊！宝宝心里苦，2位郎兄，我正被几个人族追赶，能否助我一把？事后必有厚报。追赶你的人族在何处？共有几人？老大，他们信了。这里只有2只，其他狼暂时不在附近。就是他们！2位兄长，快替小弟好好教训这些人族！雕虫小技，人族拿命来！不对，
这不是刚才的术法。狩猎首次成功清除魔兽，贡献榜开启。若水姐，你怎么样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阿明，别担心，我有灵甲护身，只是后背有些疼。清除通灵中境魔化妖兽幻月狼，获得25点贡献。莫离王朝，莫名。身份确认，黑龙榜将按清除妖兽魔所得贡献进行排名。榜单已经开启，现在该处理洞中的灵物了。师姐，别人都开始猎杀妖兽了，我们还要踩到什么时候？猎杀妖兽凶险万分，先找到师尊所需的灵物，再行动也不迟。收完坎水之精，再探探最后一片区域。若人物收获，我们便登沐风。莫平，莫非就是若水一直寻找的弟弟？合力清除魔兽，贡献会按实际作用分配。契约兽即使参与战斗，也无法单独获得贡献。榜单只记录试炼者。阿明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若没有你，我今日恐怕真的危险了。若水姐说哪里话？我一直把你当亲姐姐，只要我在，不会让你再受伤。有你这句话便足够了，姐姐没有白疼你。但下次再遇魔化妖兽，必须全力应对，绝不能再次大意。阿明，你方才施展的可是元灵百解中的阴阳元气弹？正是阴阳元气弹，威力虽强，消耗也极大。我目前最多连续施展10次，魔气护层能够吸收伤害。先用星阶术法散护层，之后便容易对付。等等，至元灵，你2个多时辰就能恢复，我可是要6个多时辰。是啊，那还是突破前的速度。如今进入中境，恢复时间应该还会缩短。妖孽，还不速速前来扶杂！天气哥，那你恢复全部神念通常需要多久？我们通常都要5、6个时辰。阿明，你的神藏确实与众不同。这些血红晶石是什么？血魄晶石可增长气力，淬炼血窍。你正缺什么，它便来什么。确实血魄晶石可以增强体魄，这里100余枚，我们5人平均分配。东西南北4峰各取2队，黄土峰、4峰暂取敌队。月儿贤小队归来后，再补中央路线。先探索这片丛林，确认危险能够应对后，再由你带队前往黑水峰。明白，全凭大师姐安排。尚未抵达的小队可自行选择，其余队伍按神藏属性分别前往对应山峰。黄土、白金、黑水各取1队，赤火与青负各取2队。单独行动的队伍务必小心，若势不可为，立即放弃。配合已经顺畅许多，先休整1夜，明日再继续前往5峰。金火可以炼丹炼气，万宝堆也在收购，以后或许不用再靠拾柴谋生了。放心，这次肉够多，保证让你吃饱。阿明，你自己吃吧，我这里已经够多，实在吃下了。老大，给我还没吃够呢。这骨头也含有妖兽精华，你先吃1根，我再考虑给你肉。又让我吃骨头，真的能强化身体，这些骨头都归我了。12个时辰过去，元灵强度已提升至3.4%，12对普通元灵，14对初级变异元灵，另有3阳2阴5只终极变异元灵。附近魔灵越来越少，只能打开缝隙引自行进入。这些魔灵为何如此疯狂？我的神藏对他们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？吸收是这些变异元灵后，神念恢复效率提升到2%。变异元灵淬炼气海鞘，果然能够提高血鞘的强度上限。现在吸收1只元灵，只增长0.5分。境界越高，扩张神藏果然越难。星图几乎空了，必须补充新元灵，重新恢复神藏淬炼。360用于神藏，另外360只兑现承诺，留给杨大人与小月。56寸3里，距离通灵中境圆满的72次已经不远了。小子，外面为何有这么多阴阳元灵？你在做什么？那些元灵是为你和小月准备的，等我填完星图，便让你们吸收。小英子，快醒醒，你的机缘到！大人，您这些都是给小月的吗？没错，都是给你们的，也多谢你们一路相助，让我能够迅速成长。入口柔韧多汁，毫无腥膻，我
我从未吃过这么美味的肉。阿明，再给哥点，这肉也太好吃了。妖兽肉真的能增长气力。总进化度达到367，已经突破30%，两位气灵都明显恢复了。乾坤斗转升至2级，又解锁乾坤大变，可一次晋升3只初级元灵。乾坤斗转升了1级，竟还演出能让元灵晋升的乾坤大变。本大爷每日清醒的时间已从1个时辰增加到3个时辰以上。明大人，如今施展灵技后，我们不会立即虚弱求睡。只要能帮到2位便好。那个，现在可以发动灵技吗？哈哈，方才还说不求回报，这才几息便原形毕露了。可以的，明大人。不过元灵尚未彻底消化，还请您稍等片刻。原来还在消化元灵，你们继续消化，我先去修炼。现在明白我们进化的好处了吧？再加把劲儿，晋级后能给你的帮助更多。杨大人，今日获得一批血魄晶石，不知该如何炼化。晶石本质是能量体，以神念牵出能量，再由元灵送入穴窍即可。气海窍吸收能量，可增长气力，日后行窍开启，则能借此增长元力。杨大人，何为元力？人体有3种根本力量，分别是神念之力、气力与元力。神念能够驱使元灵，气力则是人体发力的根源，元力是生命本源，既能修复身体，关系寿数。元力越强，寿期越长，三者相生成，缺一不可，方能追寻长生。先以神念牵出能量，再由变异元灵送入气海窍。一枚血魄晶便让丘勋增长1寸，便等1寸，气力也达到了600斤，9寸气轩，900斤气力。神念所剩无益，只能暂时停下。900斤气力，明日倒可以找天强哥试上一试。明哥哥，小月已经消化完毕，现在需要施展灵技吗？小月恢复后，灵智记忆似乎都完整了许多。行了，别互相感动了，小子，赶紧选择元灵，发动乾坤大变。元灵恢复到436只，恢复率升至2.5%，星图终于重新充盈。今日收获已经足够，养足精神，明日继续前往五凤。大人，此处已基本完成，其余3处约70%，明日有时可成。好，诸位辛苦，已至子时，先回去休息。明早分3队支援其余出口，务必尽快完阵。能记录每个人的贡献，这等阵法闻所未闻，恐怕灵阵大宗师也未必布得出来。诸位，时辰不早了，都回去休息，这里暂时无需留人。此事由我告知各位主事人，都散了吧。天机哥，昨夜修炼可还顺利？能不能和我测试下气力？阿明，你这是突破飘了！昨夜我也炼化了晶石，正好让你看看什么叫山外有山。你炼化了几颗？不多不少，正好2颗，还补充了400多只元灵，4颗血魄晶，还补充这么多元灵，你这也太夸张了！我说停就必须停，只测试气力。好，一切听天啸哥的。天啸哥，你已经用全力了吗？废话，不用全力，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儿？你自己去撞树吧，让大树试试你的力气，我不陪你玩了。阿明，你的气海窍如今有多大？通常每增长1寸，气力便增加100斤左右。我和天啸的气海却约5寸，气力接近500斤，在同境中已经算不错。若水姐，我的气海窍已经9寸，气力应该有900斤，身体此前似乎还受过一次强化。黑龙榜第1变成月儿仙了，这个姑娘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然有100点贡献。若水姐，我见过她一次，我们曾因争夺一件灵物产生误会，险些动手。她若真欺负了你，姐姐替你好好教训她。老大，我们是偷。这骨头真香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忘了。赤火青木各有2队，白金黑水距离最远各1队。黄土峰离我们不远，仅东阳哥他们1队去过，我们就选黄土峰。好，若水姐，我们听你的。越靠近黄土峰，吸引力越强。峰顶像有什么在等我。本以为若水姐会选水峰或木峰，没想到选了黄土霜。自魔灵降世起，龙脊山异变，秘境开启，
直到黑龙榜现世，所有经过我已如数整理。也就是说，魔灵都被困在黑龙秘境中。这秘境之灵颇有手段，或许继承了黑龙王的残念，只是那残念还能撑多久？情况我已了解，我先探查秘境周边，查完后回营地商议后续。各位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远送了，请吧。陆大人，告辞。出发，前往黑龙秘境。张等，阿明进龙山4天了，还没消息吗？立冬啊，你不知道，昨晚秘境入口出了个榜，我听说上面有黑娃的名字，可那边不让咱们过去，不然我早就去瞧瞧了。村长说那叫黑龙榜，诛杀的魔化妖兽越多，排灭靠前。今早黑娃子排第2，在里面肯定没事儿，别担心。村长知道后高兴得很，我看他比谁都开心。黑龙榜吗？看来阿明在里面过得不错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明，继续加油。大人，此处已基本完成，其余3处约70%，明日有时可成。好，诸位辛苦，已至子时，先回去休息。明早分3队支援其余出口，务必尽快完阵。能记录每个人的贡献，这等阵法闻所未闻，恐怕灵阵大宗师也未必布得出来。诸位，时辰不早了，都回去休息，这里暂时无需留人。此事由我告知各位主事人，都散了吧。天机哥，昨夜修炼可还顺利？能不能和我测试下气力？阿明，你这是突破飘了！昨夜我也炼化了晶石，正好让你看看什么叫山外有山。你炼化了几颗？不多不少，正好2颗，还补充了400多只元灵，4颗血魄晶，还补充这么多元灵，你这也太夸张了！我说停就必须停，只测试气力。好，一切听天啸哥的。天啸哥，你已经用全力了吗？废话，不用全力，我何必费这么大劲儿？你自己去撞树吧，让大树试试你的力气，我不陪你玩了。阿明，你的气海鞘如今有多大？通常每增长1寸，气力便增加100斤左右。我和天啸的气海鞘约5寸，气力接近500斤，在同境中已经算不错。若水姐，我的气海鞘已经9寸，气力应该有900斤，身体此前似乎还受过1次强化。黑龙榜第1变成月儿仙了，这个姑娘从哪里冒出来的？竟然有100点贡献。若水姐，我见过她一次，我们曾因争夺一件灵物产生误会，险些动手。她若真欺负了你，姐姐替你好好教训她。老大，我们是偷。这骨头真香，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忘了。赤火青木各有2队，白金黑水距离最远各有1队。黄土峰离我们不远，仅东阳哥他们1队去过，我们就选黄土峰。好，若水姐，我们听你的。越靠近黄土峰，吸引力越强。峰顶像有什么在等我。本以为若水姐会选水峰或木峰，没想到选了黄土说。自魔灵降世起，龙脊山异变，秘境开启，直到黑龙榜现世，所有经过我已如数整理。也就是说，魔灵都被困在黑龙秘境中。这秘境之灵颇有手段，或许继承了黑龙王的残念，只是那残念还能撑多久？情况我已了解，我先探查秘境周边，查完后回营地商议后续。各位，我还有要事在身，就不远送了，请吧。陆大人，告辞。出发，前往黑龙秘境。张等，阿明进龙山4天了，还没消息吗？立冬啊，你不知道，昨晚秘境入口出了个榜，我听说上面有黑娃的名字，可那边不让咱们过去，不然我早就去瞧瞧了。
村长说那叫黑龙榜，诛杀的魔化妖兽越多，排灭靠前。今早黑娃子排第2，在里面肯定没事儿，别担心。村长知道后高兴得很，我看他比谁都开心。黑龙榜吗？看来阿明在里面过得不错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阿明，继续加油。我们还是换条路走吧。这一路好东西都被搜刮干净了，一无所获，太吃亏。若水姐，跟着他们走更安全些，这样不好吗？你们要明白，我们是出来历练的，不是游玩。这点苦都吃不了，怎么还毫无进取心？再这样下去，今后的修炼又如何取得进展？若水姐，你说怎么走，我绝无二话。若水姐，我有个想法，东面两地交界处，约1个时辰可到。若沿边界直奔中心，或许能兼顾2片土地的机缘。路程虽远，虚实前应能抵达中心边界，只是之后可能要赶夜路。阿明的路线正合我意，接下来就沿两地边界行动。小瘸子，魔化妖兽来了，快跑！魔兽在哪儿？老大，你先走，我来拦住他。跟了这个老大就没睡过安稳觉，天天提心吊胆，是不是跟错老大了？报，黑龙榜刚刚更新，仙公主贡献值150，重回榜首，王东阳88升至第3。好，不愧是我莽寒公主。继续盯紧黑龙秘境，有消息立刻汇报。小子，你们这样盲目面前行，可不是长久之计。机缘不能只靠碰，得主动想办法寻找。左前方2、3里或许藏着灵物，别白白错过。杨大人，您醒了，您说的对，寻机缘还是您在行。我对地势一窍不通，如今跟着大家只能碰运气，还请您详细指点。你小子总算懂事，知道尊重本大人了。我刚找回些记忆，正好有一份灵物运院的地势图，照着它找，寻机缘就容易多了。第1幅混元一气地势，可蕴养混元一气果，此果能逆转出生死，也有机会帮助修炼者突破瓶颈。两仪乾坤地势可孕育两仪乾坤藤，此藤是炼制两仪乾坤丹的必备之物，丹药能辅助突破，调和阴阳，强化根基。这些地势太过晦涩，而且秘境里未必存在，只能以后再研究。地火之势只会出现在地火频发之地，形如火盆，内有乾坤。地火元灵芝正适合现在的我，找到它，再带大家一起过去。若水姐，稍等一下，我有事要和大家说。怎么了，阿明？我刚才外放神念，左前方2、3里处有些异样，天地元灵都在往那边汇聚，那里或许藏着好东西。黑娃子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就你现在的神念能感知2、3里外，骗谁呢？天晴哥，我的神念目前只能感知50多丈，也许是冥冥中的神识感知，我也说不清。你们试着感知一下，元灵确实在往那边聚集。黑娃，你以后可别这么明目张胆的炫耀修炼境界了，我怕出了秘境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你这是要吓死我们呀！他才进入通灵中境1天，神藏就已经50多寸了，他都不需要凝练吗？就不怕神藏被撑爆？我还比他早1天进境，神藏却不到40寸，这心里怎么这么热？简直急火攻心！天敖，守住本心，快服1颗清神丹。阿明是我的兄弟，我怎能嫉妒他？绝不能让这种念头成为心魔。抱歉，刚才差点被那股异常力量影响判断，多谢若水姐及时提醒。没事就好，刚才的事别再大意，遇到异常光芒时，记得守住神念，保持清醒。知道了，若水姐。没想到境界提升太快，也会影响身边的人。
回头得和大家好好谈谈。好了，有什么路上再说，现在就去你发现的地方，说不定真有惊喜。这里和地火之室极为相似，灵物应该还在。杨大人，醒醒！没错，就是这里。我已经感知到地火元师租的气息。这么多年过去，竟还能遇见这种低级灵药。小子，这灵药可不好取。盆地里至少藏着20只魔化赤炎妖蟒，他们现在分散在盆地各处，最好逐个击破。一旦他们集结，地火元灵芝就别想拿到了。再帮你一把。为了找出他们的位置，我耗了不少精力。你收好，后面有问题就找小月。多谢杨大人提醒，多谢杨大人赐图。行了，你小子懂事，记得多收集元灵，这才是正事。放心，杨大人，我一定记在心里。妖蟒共有5处聚集点，分布在东南西北4面和中央小岛。走路能准备小东西。快闭眼，别直视鳞片红光，守住心神，用神念感知战斗，红光会扰乱神智。我先吸引他们，你们集中攻击我左手边那只通灵中境妖蟒，另一只交给我，先除掉2只强敌，剩下的便容易处理。阿明，快停下吧！他们就算不死也被转晕了，再转下去我都要晕了。老大他们是不是忘了？等一会儿应该就会回来取吧。老大，这些蟒妖还在这儿呢，你们是不是忘了带走？这些蟒妖还有用吗？妖兽晶核已经取走，留着它们还有什么用？老大，这些蟒妖不是还能吃吗？你们不是说妖兽肉可以强化肉身？蟒怎么能吃？蟒当真能吃？对了，你们2翼猴天生偏好这类食物，你们的老祖宗专门以龙为食，我倒是忘了。你们人族不是号称什么都吃吗？怎么会不吃蟒？那好，你把它们搬过来，我们在前面等你。老大，这么多蟒妖，我哪搬得动？一条条搬过去，非得把我累死不可。哎，我说小园子，你还真打算搬啊？赶紧跟上来，前方还有不少妖兽。好的，老大，我来了。阿明，你这小弟真有趣，竟然这么在意这蟒妖。这蟒妖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行了，先把这蟒妖收好，之后再交给小瘸子。现在抓紧去下一个目标。他的气息大致相当于通灵上境，究竟有何不同？交手后才能知道。这些人族从哪里来？竟敢闯入我的领地！我的小弟们呢？这些红蟒居然没有影响他们，就凭这么小的灵兽，也想挡住我？
竟敢小瞧本楼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，为什么我是灵兽的天敌！这股威压为什么会让我本能畏惧？不过是一只小兽，也想阻拦我。我的护体云雾竟被他的灵域削弱了，这是什么力量？阿明，你们太厉害了！通灵上境的妖兽竟然这么快就解决了，真让人佩服。若水姐，主要还是运气好，她太相信自己的防御。小瘸子或许天生克制她，所以才能破开。明哥哥在吗？在呢，小月，哥哥一直都在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明哥哥，小月感知到这里有一株不错的灵药，名为火曲灵参，特意来提醒你，火曲灵参和其他灵药不同，它有一定灵性，可能会自行移动，不要惊扰它，要沿着地势在地下寻找本体。找到本体后，必须用火元灵或阳元灵控制，其他元灵容易惊动它。小月，那它的本体是什么样子？一般在地下多深？明哥哥，别着急，小月慢慢告诉你。它通常扎根在赤火之精里，很少直接扎进土壤。这里地下4尺，赤火精很多，本体灵物大概在那一带。若能炼制成灵命效，能够帮助元力会发挥得更充分。只是这个世界未必有人懂得炼制方法。好的，小月，我明白了。哥哥先谢谢你，这就去取火曲灵参。各位，先等一下，这株火曲灵参有灵性，本体可能在地下4尺的赤火之精里，采集时不能惊动它，请大家先别动，让我找准本体，再用火元灵控制它。小娟子，从灵药1丈外开始，向地下挖5尺，看看有没有赤火之精。若那里没有，就从地下继续朝灵药方向探查，直到发现赤火之精。老大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自己会挖洞啊？爪子虽然锋利，可也不是专门用来挖洞的呀。算了，老大的命令还是得听。好好完成任务，晚上给你准备最喜欢的加餐，保证管够。96。味道怎么样？看你吃的这么急，慢一点，别噎着。老大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在关心我吗？原来老大也想尝尝，只是不好意思开口。老大，这份灵材口感又脆又嫩，还带着特别的清香，我一时也说不清，总之比之前那份灵材好吃多了。老大，你尝尝。真香！顾大人，陆大人昨日探查归来后，一直心事重重，方才恢复正态。莫非秘境中另有异常？周大人，连您都看不出的阵法异常，我这个武夫更无从判断。陆大人既已恢复镇定，想必已有对策。他向来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在我说完之前，请诸位先不要打断。从昨日午时到今日卯时，我一直在探查黑龙秘境，情况基本属实。异常灵体目前被封闭在黑龙秘境之中，但与以往相比，这次异常灵体的危险程度完全不同。他们的行为潜伏方式和以往都不一样，真正的危险还在秘境深处。魔灵无法离开秘境只是其一，更关键的是，他们正在各处潜伏，像是在暗中谋划什么。
以我的神念，也只能勉强探查到龙脊山家。山内发生了什么，我们一无所知。目前能探查到的魔灵远少于历年记录，其余魔灵去了哪里仍是谜团。另一个异常是，他们只影响了部分妖兽，至今没有真正对人族出手。他们或许正等待这些试炼者完成某件事，甚至想借他们达成某种目的。眼下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无法进入秘境，秘境里的都是年轻试炼者，他们并不了解魔灵的危险。我们只能希望其中1、2人能够提前察觉异常。无论秘境内部如何变化，外界防护必须先做好。现在的法阵只能守住出口，覆盖范围远远不够。6处法阵必须连成一体，覆盖整个黑龙秘境。之后，各方全力配合道摩斯与司天监，完成这座大阵。秘境入口开启时，我会持续关注各处出口。王朝境内的4处出口，2人一组，分别负责守护。莽韩国的2处出口，还请古大人出面协商，共同推进布阵。我的安排就是这些，若没有遗漏，也没有异议，即刻执行。弟弟们，出发！秘境开启已经第6天，不能再为寻找灵物耽搁了。灵物暂时够用，路上遇到魔化兽顺手解决。接下来尽快赶到五峰。我总觉得黄土峰在召唤什么，先分队探索，别再一起停在原地。莫名，你们那边有没有发现异常？要是有传讯灵宝，就不用这样来回靠近了。你小子，前方3里有虚空青玉，用它炼制灵宝，或许能实现远距离传讯。哪是小子运气好，分明是杨大人神通广大。若无您探查，我怎会知道前方藏有虚空青玉？你小子越来越懂事了，这话本大人爱听。你们这个世界发展到何种程度，我还不清楚，也不知是否有人会炼制此物。我曾见过一个文明昌盛的世界，传送马杖、传讯灵宝和影像灵宝。炼制方法我原本会，炼制之事以后再说。你先把虚空青玉收下。对了，别高兴得太早，虚空青玉周围还有一群魔化妖兽守着，他们叫暗影鼠，数量大概50多只，掌握着一点虚空能力。这些暗影鼠最擅长藏进虚空，再从意想不到的位置现身。你们靠近时务必小心。多谢杨大人提醒，小子记住了。行了，没别的事，我接着睡了。以你现在的神念，我倒不必太过担心。唉，这虚弱的身体啊。方有虚空青玉，周围还盘踞着一群能引入虚空的暗影鼠，数量不少，靠近时要小心。阿明，你确定前面有虚空青玉？这种灵物非常珍贵，是许多高灵宝后能赋予其虚空特性，最直接的作用便是短距离瞬移。看来此地还没人用它炼制传讯灵宝，暂时不必提及。机缘就在眼前，自然要取。我和小瘸子先去探查，你联系天气哥来此会合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姐姐相信你的实力，但千万不可大意。好，若水姐放心，我不会莽撞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那个总跟在身边的弟弟真的长大了，若能平安离开这里，他一定会走得更远。老大，这些老鼠怎么这么大，都快跟我差不多了，看着怪吓人的，我有点害怕。这东西可不能碰，咱们为什么要招惹他们呀？怎么，堂堂太虚两仪处，还会怕几只老鼠？你惦记莽肉时的威风，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才不是怕，只是看得太密集，觉得不舒服而已。这些老鼠算什么？我吹口气就能全收拾了。那正好，不用回去找若水姐他们了，咱们就在这里解决他们。我在后面给你加油，正好看看我家第一猛将的本事。别犹豫了，上吧！加油，小老弟，把他们全都压制住。老大，我说的是以后，等血脉进化了，我自然不怕他们。我现在还太弱，不能独自冲过去，真的会出事的。行了，你留在这里盯着，藏好气息，千万别让他们发现。我去找若水姐他们，很快回来。你只管盯紧，别擅自行动。若水姐、天行哥，前方情况已经探明，我在你们前方约70丈，
咱们就地集合，边走边说。黑娃，你也体谅一下我们，你的传讯我们能收到，可隔着70丈根本回不了你，我们的神念最多只有40丈。又疏忽了，只顾着自己传得远，忘了他们的神念还无法回应。天敖哥，是我疏忽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我也是急着叫大家过来，那些暗影鼠正在啃着虚空青玉。行了，天敖，这点小事就别计较了。阿明也是一时心急，大家相互体谅。若水姐，从今往后你只有黑娃一个弟弟了，你这天嫂弟弟就此成为过去，你将痛失一位可爱、乖巧、听话、善良又勇敢的好弟弟。那一会儿你就负责吸引他们，我倒要看看自己怎么失去这位好弟弟。别啊，若水姐，你就是我亲姐，行了吧？我永远都是你的好弟弟，你可不能真让我一个人去啊！阿明，别理他了，快说说那边是什么情况。虚空青玉就在前方林地，周围有50多只魔化暗影鼠，它们能短暂引入虚空，擅长突然靠近后发动攻击。50多只，数量确实不少。按我们现在的人手，平均下来每人都要应付10只左右。天地元灵，听我号令！太极盾，鸣！原以为他们会四散逃开，没想到竟能列队进攻。这群暗影鼠还真是训练有素。退路已经乱了，趁现在打散他们。老王，快看，莫名他们一次拿了多少贡献，这长得也太夸张了。黑龙榜从未出现过这种变化，先把情况记下，别急着下结论。应该不至于作弊吧？这黑龙秘境难道还能作弊？老王，你先守在这里，我马上把消息报给古大人。莫名吗？手段倒是高明，竟又拉开了差距。小姐，小心前面！莫名果然不简单，竟带着弱水猎杀了这么多妖兽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！若子妹子已经超过我们了，解决这波就加速。今天务必赶到黄土。大师姐，快看，莫名他们的贡献值一次涨了100多。他们一次到底遇到了多少魔化妖兽？师妹们，我们只需保全自身，完成师傅交代的任务。大师姐，任务一直没有线索，不如带我们猎杀几只妖兽，也好历练一番。你这丫头，收起争强的心思，安静做好自己的事，不争不抢，切勿急于求成，更不能让魔灵扰乱心神，守住本心，我们才能平安走出这场灾祸。大师姐，你是不是察觉到哪里不对？快告诉我们吧。你这性子什么时候才能沉稳一些？前段时间，我曾动用宗门秘法推演黑龙秘境，推演显示黑龙秘境不久将有重大变故，而源头就在五行峰。这只是我的猜测，秘法尚未修至圆满，接下来务必小心谨慎。都听大师姐的。小月、杨大人，你们醒着吗？帮我看看虚空青玉在何处，这里是否还有留存？明哥哥，小月这就帮你探查，请稍等片刻。明哥哥，地下约30米处确有不少虚空青玉，应是一条小型矿脉，附近没有其他魔化妖兽，可以放心前往。还以为虚空青玉都被暗影鼠破坏了，没想到地下竟藏着一条小矿脉，埋得如此之深，确实是意外之喜。原来地下岩层会阻隔神念，地表能感知70多丈，向下却连10米都不到，难怪先前探查不到。哥哥还有什么问题吗？
莫非小月探查的不对？没有，小月，你说的没错，哥哥只是没想到深处还有一条小矿脉，一时有些惊讶。小月辛苦了，先好好休息，晚上哥哥给你准备奖励。好的，明哥哥，你去忙吧，有事记得联系小月。好，小月最棒了。先不告诉他们，等找到矿脉再给大家一个惊喜。若水姐，这虚空青玉或许还能炼成传讯灵宝，实现远距离传递消息。阿明，你确定它能炼制传讯灵宝？当今天下尚无这类灵宝，远途消息仍靠一差传递。若此法可行，意义非同寻常。阿明，若将传讯灵宝的构想要上朝廷，必是大功，奖赏也不会少。若水姐，这真能立大功！当今天下竟没有远距离传讯之物。我刚才分别注入元灵，2块青玉确实建立了连接，你也试试看。现在只能感知另一端，要让神念传出具体信息，恐怕还得找到炼制传讯玉简的方法。越靠近黄土峰，越像有2股力量在拉扯我。既然看不透，就登上去亲自看看。这片区域藏着的危险远不止眼前所见，若要尽快抵达黄土峰，只能从这里穿过去。若水姐，快看这朵花，大的都能把我装进去，莫不是成精了？还有这野草，都快比我高了，难不成天天喝牛奶？好了，天启，这些我都注意到了，你不觉得这里很不对劲吗？这些植物像是带着择人而尸的危险气息，只要稍微靠近，就可能被它们卷进去。哪里不对劲儿？我觉得这里挺好的，比赤火峰那边舒服多了。不就是土地太肥，植物长得旺了些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大家先等等，再仔细观察一下，别急着进去，这里必定暗藏玄机。若确认无法通过，我们便绕路，多花些时间。还是先问问小月。小月在吗？前方遇到些异常，哥哥想请你帮忙查看一下。小子，小月正恢复，有什么事问我吧。杨大人，您醒了。探查外界真的很耗费能量吗？当然，小月就是探查地下平睡，在先期了找出矿脉，已经耗去了不少醒步力量。有什么事儿赶紧问，别让本大人也继续耗着。我说你小子，不会又想让我帮你探查外界吧？本体自动感知灵物，只能知道大概方向，靠的是本能，几乎不耗力。可要查清具体位置，就得消耗大量能量。所以想让我查具体位置，免谈。把我耗到沉睡的事儿，本大人可不干。果然被杨大人猜中了。杨大人，这次恐怕真得劳您帮我把关。前方植物处处异常，我无法确定危险，只能先请您看清情况。若我贸然涉险出了意外，您和小月也会受到牵连。为了我们3人的安全，还请您帮我这一次。哟呵，你小子这是在威胁本大人，我可不是被吓大的。不干不干，这事儿没得商量。得嘞，杨大人歇着吧，我这就出去，也只能认了。若真遇上应付不了的危险，也不知是否平安。如今没人替我拿主意，这一趟若回不来，也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。行了，小子，先别走，别在本大人面前装可怜了。你这点小心思还骗不了我，谁让本大人是你的杨大人，就勉强帮你一次。快说，想让我探查哪里？